还不快去妖界把你们的凤凰给请回来！阿宇，你过来。红绸姑姑，你还知道叫我一声姑姑啊？这些日子在梧桐岛乐不思蜀的，你都快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吧？小神君提出要入赘梧桐岛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劝着点？姐夫要嫁给姐姐，这是好事啊，我干嘛要阻止？姐姐说过，梧桐岛可没那么多陈腔滥调，所以只要姐夫开心，我便没意见。放肆！几日没见，竟这般胡说八道，还不跟我回青池宫面壁思过？神使好大的威风！如今这手都伸到我梧桐岛上了。阿宇归属我青池宫，我作为长宫调教他有什么不对？我认了阿宇做我妹妹，在这梧桐岛，她也算是有名有分。再说，青池宫已被缘起作为聘礼赠予了我，我也算是青池宫真正的主人。神使作为长宫，也应是听我来调遣。我是受颐和真神的旨意，特地到仙界来照顾小神君的。除了颐和真神和小神君，谁敢使唤我？小神君是我一手带大的，别说是阿宇，如今就算是你，既然与小神君成了亲，我也一样管得了。那神使想要如何管你？是想像曾经对阿英那般，将他丢进无尽崖的飓风中自生自灭，又或是再抽一次你家神君的情丝呢？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？都曾经历过，又怎会不知道你的手段？都曾经历过，你难道？水灵兽是生命短，但文不低贱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当初我仙渊四散，一分仙渊落入水灵兽的体内，是以沉积的水灵兽得以苏醒。毕竟是阿音，我还以为高高在上的神使大人，早已把无名小卒阿英忘得一干二净。我就是阿英。红绸来找凤隐的茬。是啊，陛下，这红绸在三界可是出了名的不好惹，我就怕小殿下受了委屈啊。以我对凤隐的了解，这三界之内能让他吃瘪的，除了缘起，没有别人。哎呀，陛下，话是这么说，那小殿下真要是受了委屈，您不也心疼吗？这三界捧高踩低的风气，我降世之前早有体会，也无甚稀奇。当初我作为水灵兽之时，你视我的命如草芥。如今我凤隐回归，你又眼巴巴的来替缘起求亲，这副变幻的嘴脸，当真是可笑。不是这样的，我讨厌阿英对他下手，全是因为他会给小神君带来艰难。所以呢，阿英的命就应该给神君的命让路吗？在你眼中，水灵兽的命就如此随手可抛？东华神君和师兄们费尽全力，两人都想保住，而你呢，自诩高贵，目空一切。你凭什么对阿姨的命进行审判？你凭什么判定谁生谁死？你自以为自己看清了一切，可曾料到今日的局面到底是一叶障目？自以为是吧？我原以为所做的一切
都是为了小神君好，绝不料竟是我妄作主张。正好，天帝陛下也在。凤仪想问天帝陛下，青池宫神使蓄意谋害历劫火凤，该当如何处置？神界本就不可徇私干预三界之事，更何况是屠害三界生灵。你此番阳凤因为迫害凤凰，若让颐和真神知道，定会将你逐出神族。逐出神族，你该庆幸，凤莹此番有惊无险。若他肯原谅，或可免除惩处。红绸一生只跪拜过颐和神君、元气神君，自认为无愧于神界，却终究不过是自以为是、断节狭隘。红绸不怕被逐出神族，因为红绸一生都是以小神君的福祉为重，但红绸今日方知大错特错，再次向凤凰一拜，不妄求凤凰原谅，我愿付出一切代价，任凭凤凰惩处。罢了，无论你是真情或是假意，你至少帮元启带大了阿宇。若日后你再将你所谓的尊卑规矩搬弄到我的面前，欺负到阿宇头上，我定会让你知道，仗势欺人一点也不难。小神君，我原本以为你是关心泽万，才会对阿英有成见，但我没想到你是真的想对阿英下手。我一时糊涂，犯下大错，对小神君失望了。我对不住凤凰，也愧对颐和真神和神君对我的信任。旁的事情我尚能宽恕一二，但你对阿英出手，你绝无原谅的可能。你最对不起的人并不是我，是阿英。长雀，带红绸回青池宫，等待凤凰发落。若凤凰到最后都不肯原谅你，自去神界，销毁神职。小神君，小神君！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阿英还受过这些委屈。说起来，红绸做的这一切，其实都是为了我。若是勾起什么你不好的回忆，
你怎么骂我都行。都是过去的事情，不必再说。但我没想到，你还是愿意让红绸在秦始皇终老。他做的这些都是为了你。某一角度来讲，他也不算是做错。早些休息吧，明日还要去找紫玉。他俩平时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？他们私下相处时和普通的小夫妻并无差别，都是一样的恩爱。神君很宠凤凰殿下，就连红绸长公冲撞了凤凰殿下，都被他遣回青池宫，终身禁足了。缘起一向对红绸很敬重，仅仅是因为冲撞了凤野，就出手重罚，这倒是有些奇怪。你做得很好，继续跟我盯紧了，这赏金少不了你的。谢仙尊。弱水之源。这弱水本就难渡，没想到此处还有如此浓郁的水雾，一般仙妖根本到达不了源头，怪不得千年以来都没有人能发现魔族的痕迹。这回多亏了红衣了。啊，这就是九燕煞玉。哎，别乱跑，只要我们有接触，天梭依旧能保护我们的安全。走吧。小西仙。宁云山的隐秘结界。紫月，果然在这儿。宁云山的隐秘结界运用至此，魔神名气当真是好算计。这千年来，我搜遍三界，从极西的大雾山到极南的丽人海，甚至是北海诸岛，无一不探查过，却从未发现任何紫月的气息。用不了多少时日，结界就会被撞开，无需白费力气。跟我一同开启这结界，三界颠覆，岂不更有趣？
你可有感受到一股灵力的波动？感受到了。等等，这个屏障不对劲。这屏障不能破。他们已将这屏障与九渊结界连接在一起，若我们强行打开屏障，很有可能会冲击九渊煞域的结界。看来魔族是想要用此法撞开九渊结界。刚才那股奇怪的灵力波动，应该就是某种力量在冲撞结界。难道除了此处之外还有别的通道？此弱水源头，难有闲阳能来。看来华木试图想用另外一个通道撞击结界。当务之急，我们要赶紧找到另外一个通道，将它堵截，要不然可就危险了。先走。怎么了？原来华墨1000年前就与魔勾结，那1000年前那些事儿，一定与他脱不了干系。蓝风、大泽山，包括你所承受的一切，我恨不得现在就把它碾成齑粉。我们已经找到资源了，只要将九渊煞域收回，控制住与魔族、华木的账，很快就能算清。我想了一个法子，或许我们可以用浮尘找到连接九渊的其他通道。这是弱水源头那儿屏障结界上的灵力。你是想像神光共振、感应紫月那般，用梧桐叶收集到的灵力，去感应另一个通道？没错。不过如今华墨与魔勾结已成事实，但我们还不知道董雀族内乃至整个仙界是否还有他的追随者。在找到其他通道之前，我们不可打草惊蛇。如今我最担心的是华叔。他来参加婚礼了，应当还未入魔。望他不要太糊涂。凤哥和华墨果然有私。你干什么？我们要一起睡啊！会合啊，你别多心啊，我也是为了顾全大局考虑。你想，我们现在既然觉得凤哥有问题，我们就要做事更谨慎。万一被他发现我们分床睡，之前的戏不都白演了吗？以水碗为界，一个人朝床头，一个人朝床尾，互不侵犯。现在可以睡了吗？可以是可以，但你背上为何会有伤？啊，之前不小心撞到了圆环骨头，小伤，无妨的。我帮你上药。疼吗？没有。我轻一点。
夫人还是挺关心我的吧？你别乱叫啊！是长雀不在，举手之劳罢了。这药膏为何会没用？当真是被刺伤吧？为何看着像法器的沉静？你这伤……元皇骨藤自古便被选来熔炼法器，它造成的伤口也是如此。可夫人手真巧，伤不疼了，咱休息吧。殿下今日来青池宫，不知为何事？小神君不在宫中。我不为神君而来，只是听闻神使被凤凰为难，被罚在青池宫禁足，特来探望。您打理青池宫千百年，从未出过岔子，神君怎会因这点小事就降罚神使？莫不是凤凰从中作梗？殿下想试探什么？不怕实话与殿下说，是我对凤凰不敬。被降罚，实属自作自受。神君与凤凰何如琴瑟，神君对凤凰更是恩爱有加，任谁也从中挑唆不得的。红绸知道，殿下对神君念念不忘，可感情这种事，红绸不想多说什么，只想劝一句：神君的心思没有半点在你身上。千年前喜欢的是凤凰。千年后，还是凤凰。劝你还是早早收心，莫弄到最后颜面尽失。慢走不送。华叔告辞。红绸说，千年前喜欢的是凤凰。千年后喜欢的还是凤凰，简直一派胡言。千年前缘起喜欢的难道不是水凝兽阿音吗？谁竟敢在这偷听？我才没有偷听，我只是躲在这里静一静。是你们德行不好，背后说红绸姑姑坏话。一介卑微小兽，仗着神君偏袒，无法无天。竟敢冲撞本殿下！我现在就带你去青龙台，好好教教你尊卑有伦的道理。华叔殿下想论尊卑，为何不找我来论？论资历，我乃半神，你不过是上军巅峰；论品阶，我乃凤凰，你混了千年，不过混了个代天地的名号。论地盘，青池宫是神君居处，可如今神君是我的，这青池宫也是我的。你是有何胆子在此处撒野？还不向本皇谢罪？这么喜欢青龙台，这青龙台可是你华叔徇私行恶的地方。千年前没能在青龙台上斩杀我，如今想碰我妹妹，真当是觉得水明社一族好欺负。原来真的是你，水明兽阿音！凭什么？这不公平！我现在就杀了你，为蓝风偿命！此前看在蓝风的面子上，我对你百般容忍，但此刻我不再是善心泛滥的阿义，便不会容忍你胡作非为。话说，不怕念起，只怕绝齿。若你再多般阻挠我与元气查案，我绝不会手软。不过我提醒你，到那个时候，你失去的就不只是天地的位置。凤凰。
红绸向殿下谢罪。当初是我护主心切，屡屡违背小神君的意愿，阻断您与小神君的情缘，令小神君千年受苦，至今难以安顺。这实非我所愿。此前的事情就不必再说了。不，有些事殿下应该知道。小神君一直深爱着你，他那时为了护你，不惜在你身上打下回忆，让我伤不了你，动不得你。我只好趁他疗伤的时候，抽去了他的情丝。这些事情，小神君全然不知。一边是师门，一边是所爱。我明知小神君情深意重，却步步紧逼。贤竹贤善受东华嘱托，不能将真相告知小神君。如今又不是要取那阿英的性命，无非是要斩断对他的情丝，于他又有多大的伤害？是小神君一己私情重要，还是大泽山众生的命重要？其实情丝是我自愿被抽走的，正好，我们的缘就此了结。花间执手中线，望着你的眼，这份心在寻找中，往事却有容颜。寒月彻夜孤悬，飘零你的脸，这三世在无望中，旧梦又牵小神君深爱着陛下，却又不敢牵连大泽山，只好捏断了情丝，避开了你。他那时所说全部都是违心之言，他并非如我如他所说，觉得水凝寿一文不值。可小神君即使被我抽去了情丝，却仍为你再次生了情。他想一生都守着你，甚至愿意为你放弃成神。但纵然阿英去不了神界，我总有办法不回神界。这真神身份我不要也罢，只是我若连心爱之人都无法相守，我谈何立于神位之上，庇护苍生？那时您从幽冥界回来，命在旦夕，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混沌之血为您续命。他怕您知晓后不肯用此法续命，也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后来，他终于问到了可以帮您重塑仙体的法子，便四处寻找那几样三界罕见的仙材，为您炼制着化神珠。又从华叔那儿求来了灵雨雀冠，所以小神君对华叔多有亏欠，才会给他玉印，尽力应他所求。他甚至还记上了自己一半的神。正因为有这化神丹所在，小神君才笃定，以为用他的混沌之力可以封住你的仙骨灵丹，也伤不着你的分毫。可谁知阴差阳错。是谁说过花言永不相见？是谁说的此生永不相恋？当海浇灌枯萎，前尘染过色颜，冲入爱的。从那以后，三界上下，九州八荒，他四处在寻。是谁说的此生永不相恋？我用血泪抹去离别。只顾的遗憾，奔赴你的永远。
别永不相见。是谁说的此生永不相恋？我用血泪抹去离别，只顾得遗憾，奔赴你的永远，永远。我今日说这些，只是想要殿下了解，自始至终，小神君从未想过要放弃阿音，放弃你。即便是大泽山遇难，他也一心想顾全你。他做了这么多，我却什么都不知道。醒了，我刚从河里抓了几条小鱼，烤着呢，一会儿吃啊。怎么了？这里是？睡傻了？大泽山禁谷呀。刚找到小火凤的仙缘回来，你一回来就睡了一大觉，这都想不起来，看来真是累了。来吧，去当晚修仙，等我烤完鱼，马上就能吃了。玩吧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回大泽山找师兄他们？我们现在就在大泽山啊。我为什么会觉得很难过？会好的，阿印。大泽山的一切都会好的。桂花糕好吃吗？我还没吃呢。你尝尝。啊，好吃。怎么样？这个好玩。你看。
阿印。 望穿之下一颗泪结羁绊，伴烛朝暮更迭，四季轮转。画面如梦，风起尘埃，思念成爱。怎么了？笔墨浓淡，往事成漠然。 举一捧过往青灯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我还以为我找不见你了。我去给你买点心了。大后生啊，你可得看好你这小媳妇儿。刚才她寻不着你呢，急得眼泪都出来了。我才没有呢。别哭，我在呢。跟我来。 这两个吧，我要了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这个在我们这儿可是很灵的。你知不知道，在人界一起买同心结是什么意思？知道。你不是喜欢？阿印，我后来才发现。 原来我这些年一直都喜欢错了人。我之前跟你说过，华叔在梧桐岛上救了我，我便以为我对他的感恩是喜欢，但我后来才发现那个人根本就不是华叔，而是凤影。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还没听我说完呢。我后来才发现。 我不仅是弄错了人，我还弄错了我的感情。我对凤影的感情叫感恩，至于喜欢，阿燕，这些年陪在我身边的人是你，陪我出生入死的人也是你，才是那个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人，也是我真正喜欢的人。 这是在说什么？没听清我就不说了。这种话，你能说第2遍吗？我听清了。生辰快乐，阿锦！希望你往后每一个生辰，我都能陪在你身边。长夜风轻轻，窥明月如梦微呀。 眸光落心上，如何不思量？猩红尘中，似是轮转，有你我同上，再续炎黄凡尘寻常。只想和你朝来暮往，看人间心爽，只想和你长剑受伤。醒了。你怎么会在我梦里？我看你在这睡着了。我原本只是想把你抱进屋里，但没想到你的意识邀我进了你的梦里。 怎么了？生气了？对不起啊，我下次。我没生气，没事。你方才说你没有生气。红霜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了，青丝的事情，大泽山的事情，你为我炼化神丹。 所做的一切，你都知道了。
之前的事情一笔勾销吧。我学了几道人间的小菜，可以做给你尝尝。等等，说什么一笔勾销？就是你想的。哪一件？只想和你朝来暮往，看人间辛爽，只想和你长肩手上，眼上看月亮，点燃故事无端等候，宛若梦一场，终是我亏欠了月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该死的人没有死？为什么回来的不是你？舒儿，那凤影竟然就是阿英！该死的水凝兽，在罗刹地化成灰都不足惜，可他摇身一变，竟然成了凤凰。怪不得他如此执着1000年前的事情。原来他是要回来向你复仇。舒儿，当年你对他行刑，如今他得势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他休想！南风，只有你把我放在最尊贵的位置。舒儿，蓝风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如初了，离他醒来只差最后一步。是什么？唯有天地间最滋养之物。又是水凝兽。那就是有阿宇了。我现在就去抓他来。哎，舒儿。哎呀，可这么一来，你就是和元起凤影为敌。凤影已经是半神了，又有元起相助，可你如今卡在上军巅峰许久，不是他们的对手啊！我不管，不管是明着还是暗着，我一定要拿到阿宇的内丹。那除非你也晋升半神，才有必胜的把握。可是短短数日，如何才能晋升？祈求神助。有一位大神，他的能耐远超世间所有下三界，连颐和、地卷都未必是他对手，所以神界才会联合起来将其封印。我们可以向他求助。您指的是魔神明启？黄墨，你吞下他，整个天界就会以你为尊，父王也会以你为荣。你们妇女勾结魔族，残害仙人，你不怕被天宫知道吗？如今我的魔力已经在凤渊之上，何惧于他？你要固执到什么时候？他们把所有的事情推给魔族，替妖族洗清罪孽。可就算有魔，他蓝风也是死在妖族长老之手。这不共戴天之仇，你就不报了吗？
你我分修习魔道，晋升为魔神，以后别说什么缘起凤羽，就算整个神界都来了，你也不是我们的对手。父王，要想夺天地之位，还需再多些人手才是。好，不愧是父王的好女儿。燕王来了吗？人没来，只交给我这份贺礼。没来？我不是让你跟他说，今日是我晋升夏军的纪念日，特意邀请他吗？我说了，我还说你备了宴席请他，可鹰王只说他有事要忙，就让我回来复命了。不好了！陛下，边界那边鹰族和咱们打起来了。走。陛下，何故开战？就是有几名族人说了些闲言碎语，被鹰族的人听了去。什么闲言碎语？是说，鹰王曾在人间陪伴陛下多年，先前又经常往咱们妖界跑，妖界都说鹰王是单恋陛下，而陛下的心里却根本没有他。谁说的？陛下息怒。妖皇来了。那我们就聊聊吧。燕爽，既然两军已发生摩擦，接下来应该厘清讲和还是宣战。这种时候，妖皇怎么能来到我军当中？留在原地说便是。鹰王先说，怎么办吧？是我们鹰族出手在先，打伤了妖族，我们赔偿就是。但你们妖族也要为言语不干净向我们鹰族道歉。赔偿就算了，一码归一码，我们的错误自当负责。若是被传出去，恐怕会被别人说我占妖皇便宜。所有人向鹰王道歉。对不起，鹰王，是我们出言不逊，已经知错了。鹰族的将士们，既然妖族已经道歉，所有鹰族士兵后退50里，镇守边线。是。好了，带人退回边线。是。燕爽。之前是我没心没肺，我现在知道错了。就算是朋友，你也不能拒人千里之外啊！给我个机会。我并非生你的气，只是我们都长大了，肩负起了责任和重担，不能再像从前那般胡闹了。这段日子我明白了很多，谢谢你，阿九。叶爽，你听我说完。红叶，我要和莲溪定亲了。定亲？所以，纵使我们再是朋友，也要懂得避嫌，不能伤了爱自己的人。是你父王的意思吧？燕爽，你不能答应。莲溪他喜欢我，对我很好，为人正直善良、温润体贴，我有什么理由不答应？你才见过他几回？你又了解他多少？你就要嫁给他？认识再久有何用呢？难得的是遇上真心之人。这么多年来，
第一次有人为我种梨花树。从前我耽误了太多年华，未曾有心思细细去看那梨花的美。而今看来是我太傻了，纵使有万般心意，也该在这花开花落间过去了。红叶，我们朋友一场。你要是有时间，那就来我的定期宴喝几杯。燕爽，你当真放下了吗？如今你与怜惜亲事已定，阿九那家伙也追悔莫及了。风影，风影，不是说我木石更衣之时，你先暂避一下吗？如此大的梧桐岛，找不到一时暂避之处。哦，你不是说你做了几道人间小菜，想跟我共饮吗？我特地来接你了。我早已备好了，你先去吧，我随后就来。好，那我在那边等你。你不着急啊，你慢慢打扮。阿九，你在这做什么？哎，这是凤影为我准备的梨花酿。凤影请我来吃饭，怎么，酒不能喝啊？他还请你了？元启，坐，陪我喝酒。你怎么了？如今燕爽和怜惜已经定亲了。定亲了？咱们算是同病相怜，要不喝个痛快？你呀，你就是明白自己的心意太晚了。哼，我的心意我自己不知，难道你就知道了？你想想你自己的性子，若是没有感情，怎么能跟他在人间相伴千年呢？一起待了1000年，如今我却成了外人。不然呢？与燕爽订婚的是怜惜，于他而言，你当然就只是外人了。你要来的再晚些，那梨花酿都要被他喝光了。今日这一顿，本来就是请阿九吃的，是看他心情不好，想宽慰宽慰他。阿九，燕爽已经等了你1000年了，如今他不想等了，你也该好好想想。我的心思是驽钝了些，但他就这样急匆匆的订婚，一点余地都不留。缘分本就是稍纵即逝，错过便就是错过。有时候，做朋友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哎，这话还真没错。当朋友的好处，你看啊，以朋友的身份相处，你可以没事的时候去看看他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好处，只要你能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，你就可以赖在他的身边不走啊。仙界时间那么漫长，很多缘分可以继续的嘛。你还真是好的不交，
这些赖皮的本事倒是倾囊相授啊。我这不是看阿九撞了南墙，想让他开心一点吗？来。喂，喂，我还在这儿呢。啊什么啊？枉我以为跟你同病相怜，找你喝酒，还被塞了一嘴蜜糖。我看你也真是言传身教，这死皮赖脸的功夫，凤爷还真拿你没办法。过奖，只是作为一个过来人，有一些成功经验，与你分享一下罢了。是否真的成功，那也得看我心情吧。我真的看不下去了，我走，我自己去喝个够。阿九，阿九，我要不还是去陪他喝几杯闷酒吧。阿九，阿宇，姐姐，我今日来其实是想请姐姐答应我一件事的。我决定要去人间历练，积善德，提修为，像青衣哥哥一样勤勉修习。说不准我将来能跟他一样，成为那么厉害的仙君。好，我们阿宇啊，真是长大了。舒儿，你日日运功滋养蓝凤的身体也是无用的，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拿到水凝兽的内丹，才能救醒蓝凤。可是阿宇身旁是缘起和凤野，我找不到机会下手。机会来了，仔细看看这份名单。阿宇，对，地图显示，通往九院的另外一条通道在人间。为何这一次不能像查找紫月那般，显现出具体的位置？还是你们这次从结界里边摄取的灵力呀，太弱了，那比不上你们之前收集的，那可都是神光啊！看来只能亲自去人间寻找了。不可，若我们突然去人间，定会打草惊蛇。阿宇，阿宇第一次去人界历练，我们暗中保护，名正言顺。抓住他！你们干什么？不是叫我来看病吗？别跟他废话，抓住他！走开！上！快走！走！青衣哥哥，没事吧？没事就好。抓住了！抓住了！阿宇，可有事？哥哥姐姐，你们怎么也在这儿啊？跟青衣一样，记挂你，便过来看看。是魔族的东西。魔族？大侠，饶命啊！大侠，说，此网来自何人？
我家老爷得了重病，近日有人禀报说他就是灵丹之体，抓了他炼丹就能救活我们家老爷性命。这破网子就是他给我的。那人现在在哪儿？给了网就走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走了。他们能用有魔气的网来对付阿宇，看来早有准备。阿宇刚下凡历劫，是华叔促成的，此事跟华叔脱不了干系。不管他想做什么都没有用，只要我们彻底封住紫月，白鸟岛一切阴谋都不会得逞。事有轻重缓急，阿宇有我护着，你们办大事要紧。既是如此，那阿宇就交给你了。可如今要怎么追踪到紫月的入口？这网上既然有魔气，用附魔石一点一点找过去，总能找得到。附魔石。怎么会凭空不见呢？难道是有什么隐匿大法？有，这整座山就是一个藏匿结界。这么大的阵仗，三界居然一点都没有发觉。这恐怕需要相当恐怖的法力才行。陆明星君。叶爽，紫月少三界，我人中君临！你怎么来了？我看你今日人间当值，随便转转。陆明仙君不惜入魔提升修为，为何会冰结？自报仙源。恐怕这就是如今九渊结界濒临破碎的原因。紫月在此设出口，一是为了让魔气更加肆无忌惮，引诱所有的入魔者来到此处失去神智；二是为了避开仙界，好让他们神不知鬼不觉，冲击结界。如此看来，这隐匿结界就是为了隐蔽紫月的存在。想必此阵之后，便就是通道。幽君，看来三界中不少人变成了这样。人界不像三界有层层保护，魔气直通人界，过不了多久，就会变得邪念横生，世间大乱。这通道魔气太重，依靠我们难以封住。要不要我去天空班救兵？天上一日，地下一年。等救兵来时机，怕也错过了。更何况，现在并不知道有多少人已入魔。要是他们源源不断涌来此处，就来不及了。我来吧。你要做什么？如今最快的方法，就是用混沌神力毁了这处通道。光是法力，就已经会遭受天罚了，更何况是神力。要法便法呗。莲姐，你在人间的通道被毁了，你这方法失效了。毁便毁了吧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即便没有外力相助，结界也维系不了几日。这儿，你看不清楚吗？通道已毁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先将这个幽君带去找敖哥，将此消息告诉他。方才毁了通道的动作，定会让魔族察觉。我们去告诉仙界，封闭北海，撤出其他线索。那我去禀告风渊陛下，正好阿羽历练结束，
我可以护送他回仙界。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这点小事我可以自己一个人来。还不赶紧追？燕爽飞得很快的，这一次再不去，可就没机会了。死缠烂打就死缠烂打吧，反正放心不下。走了。舒儿，舒儿，快走，我们快回百鸟岛。父王不是已经派了人手去捉阿宇吗？为何还要回百鸟岛？紫月在人间的通道被元气毁掉了，他一定已经知道，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在背后谋划，这才假借阿宇下凡之际跟去人间。天宫我们不能再留了。南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父王，蓝风只差最后一步就能复生了，咱们还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没有办法。如今，元气和凤吟已经有了防备，再想取阿宇的内丹，真是难上加难。难不成要撕破脸明抢了？为了蓝风，有何不可？华叔，你果然也入了魔，你想干什么？把这水凝兽交出来！这里是仙界，你疯了不成？我管这是哪里，我要他的内丹！伤怎么样？就是小伤，别婆婆妈妈的。阿宇，你没事吧？这副样子还说小伤？青衣，护送阿宇禀报天帝。你现在跟我回妖界治伤。多谢妖皇为我疗伤，我伤已经好了。你只是好了外伤，这精油谷灵气可固本清源，不如在此多静养几日。不必，现在情况紧急，我不便在这里逗留。你伤还没好，再这样回去遇到他们，岂不是更加危险？多谢提醒，我的身体我自有分寸。燕爽，燕爽。你干嘛非要急着避开我？我刚为你疗伤时，想起当初在天宫，我被御风惩罚，你给我上药时候的样子。那时我们总在一起，嬉笑也好，怒骂也罢。如今想来，
却是轻松自在。燕爽，我很怀念当时我们在一起的。你知道吗？你现在特别像一个弄丢自己糖的小孩子。之前你也把那颗糖揣在兜里，也没见你有多喜欢、多珍惜。只是现在那颗糖没有了，是你自己不习惯、不甘心罢了。不是我喜欢糖，是我喜欢你。我喜欢你。我不是不习惯，也不是不甘心，是我一直没弄清楚自己对你的感情。你离开之后，我认清了自己，我是认真的，我爱上你了。从始至终，你在我心里都很重要，从未变过。是我愚蠢幼稚，因为你一直在我身边，让我误以为你的陪伴都是理所当然的，所以我才忽略了你的心意，忽略了你的感受。我真的很后悔。一滴眼泪流转过，多少个因果，望穿秋水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吗？一次回眸，曾经为我回忆里勾勒你的轮廓。是啊，时光悠悠，你终于明白了。我也终于等到了，可是那又怎样呢？已经太晚了，阿九。谢谢你，阿九。有你这番话，我以后也可以很坦荡地说，从前那些岁月，我一点都不后悔。流转过多少个因果，望穿秋水，才能换一次回眸。灯火阑珊，蓦然回首，而你笑容如错。天地之间，唯有山岳懂你我。怎么样？子月在人间有条通道，专引上君入魔，并且冲击。不过已被缘起破坏。修言，缘起他们带了个入魔的幽君来。烈元叟，入魔太深，已丢了神智，暂先压下来吧。看来旧园里那位等不及了。缘起，你们有什么发现吗？我们找到紫月了，就在弱水洞中。还等什么？走啊！不可。我与凤已经探查过了，那九渊结界已与弱水洞合二为一。若我们贸然行动，还有可能反而冲破界限。我不管，我要救轩辕回来。再等等吧，我们总有办法可以重新封印九渊的。修言，我见过那些入魔的上君，冰解威力极强，结界可是撑不住了。确实冲击的厉害。可我还算稳得住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也算有些时间。我会尽快在青池宫的神界典籍中找到方法。好，不过我耐心不多，你可要快些找。放心，那我们先告辞了，走吧。
就是等，这让人焦躁。这魔毒狡诈，一开始只潜伏体内难以察觉，半日后毒发时，他的仙元已被严重损伤，魔毒还在他体内扩散。是我粗心，带他回来疗伤，却不曾想华墨内长是带了毒的。林墨叔，有什么方法可以清毒？魔毒深伏在他仙元之中，若去此毒，仙元尽毁，只怕去不去毒，都救不了他。不可能，叶爽不会有事的，绝不可能。请林墨叔帮我为燕爽清毒，我有办法保住燕爽的仙元。我乃10尾天狐，这第10尾本是神赐，能重塑妖元，想来也能重塑燕爽的仙元。你要断尾救燕爽？狐尾和狐族妖力紧密相连，稍有不慎，陛下恐会妖力尽失。况且这第10尾也只是为陛下妖元受损时所备，未必对燕爽有同样效用。燕爽命在旦夕，我无法眼睁睁看着他什么也不做，哪怕希望渺茫，哪怕妖力全失，我也要一试。请林墨叔成全。阿将，红叶，辗转过几轮明月，不曾染世间风雪。岁月悠悠无情，藏在昼夜之间。岁月蹉跎虚间。任我思念天高地远，愿化一缕烟，缱绻在你嘴边。一滴眼泪不展开多少个因果，望穿秋水，再能换一次回眸，此情为诺。回忆里勾勒你的轮廓，时光悠远，我还在为你说。你说，阿九，你还好吗？谢了。如何？魔毒已清，仙元也保住了，燕爽无碍了。
阿音，照顾好他们。你去哪儿？去找华木算账。云起，云起！蓝风，蓝风，你不要离开我，蓝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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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要走，蓝风，蓝风，你不要离开我，蓝风，你说了要一直护着我的。你不可以走，蓝风，你不要走，蓝风，无可理会，浮上的人，我手藏进的魂，谁又在这无人采撷的山？为什么你在身边的错觉，让我沉沦也甘愿。树儿，蓝风他走了，你我一定要记住，是谁害他复活无门。父王一直视你为白鸟岛最珍贵的明珠。看到你这样，父王真的比谁都动情。你还记得父王曾经说过的话吗？只有拥有至高无上的力量，才能拿去任何想要的东西。你还差着最后一颗鹰族上军的内丹，父王替你取来了。只要你吞下它，你就可以成为半神。以后你我父女联手，夺得帝位，号令天下，为蓝风报仇。华木，给我滚出来！元气来得好快呀！